爸爸，我对你不起啊！爸爸，请原谅我不孝子的。来了就好了，来了就好了，爷爷，来了就好了。17岁走上抗日战场，24岁到台湾，100岁再回湖南老家。老兵唐帆松在父亲坟前跪地痛哭。回来最大的这条回家路，他走了整整82年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在老兵回家前1个月，台湾志愿者找到他，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心愿。他着急地将自己兄弟姐妹的名字写在纸上，恳切地对志愿者说：我希望回家看看，我82年没有回家了。我叫唐帆松，是湖南浏阳人，今年100岁，中民国38年17岁是4月投诚营，参加抗日部队，一次都没有回过湖南浏阳老家。我们将这段视频传到了老兵的老家湖南浏阳。不到半天，唐帆松的侄孙与我们取得联系。就在我们将这个好消息转告给老兵时，他却突然冷漠，不愿回家。近乡情怯，远方亲人传来讯息，这个在台湾孤身数十年的游子却不知如何面对。我们想，只有亲人相见，才能打破时间带来的隔阂。我有压力，不要有压力，对不对？志愿者拨通了老兵侄孙的电话，就在侄孙的脸出现在视频里的那一瞬间，老兵眼中有着隐藏不住的笑意和惊喜。听说了，很希望您回家看看。我回去了，好，我会看你们的。一句回家看看，融化了游子的心。想了一辈子的家，怎么会不愿意回呢？直到他说出这句话，我们才知道，他担心的不过是不能一解还乡。因为是个好事情啊。最坏的我没有出息，哎呦，不要最坏的我没有出息，我不好处理这个事。不会不会不会。1942年，第3次长沙会战刚刚结束，战火已经燃到家乡。我等男儿怎能安然读书？17岁的唐帆松毅然决定参军抗日，加入37军60师179团。这支部队一直在湖南与日军周旋，但由于装备与日军相差太过悬殊，战斗异常艰苦。抗战胜利后，唐帆松一直想回家，但无奈无法脱离部队。1949年，他随部队到了台湾，先后就职于政治干部训练班和研究院，直到1990年退伍。未婚无子的他，孤身一人拮据地生活在台湾。1987年，两岸开放探亲，他曾委托回家的同乡向家里寄信，两岸亲人有过短暂的书信往来，但后来因战友离世，老家亲人地址丢失，他再次成了孤家寡人。这是送给大陆亲人的茶叶。台湾茶叶，台湾的特产糕点，足足装满几大箱，仍觉不够，又委托志愿者从台湾寄了几大箱金门高粱酒回家。当年他就是在金门坐船到了台湾。我们快到机场了。思念了一生的回家路，但在真正回家时，心情并不轻松。父母至亲皆不在，家中11个兄弟姐妹，只剩他一人。未曾见过面的侄孙们是什么样呢？老家是什么样呢？飞机上，老兵神情紧绷，始终盯着窗外不肯休息。直到降落长沙，孙子孙女开了10几辆车，带着鲜花迎接他回家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欢迎你回家。家人的呼唤让所有近乡情怯的忐忑，所有未能尽孝的愧疚，在这一刻被温柔接住。都是你的亲人在等你。舅舅，我是你满姐的小女儿。这是姐姐的生啊，姐姐。我是日这个女儿80多岁了还有讲究回送人性哦，很难得。那难得了。
早起出发祭父母，家中后辈提前除草开道，用爬山虎履带车带着老兵到了父母墓前。爸爸，我对你不起啊！爸爸，请原谅我不孝子的。来了就好了，来了就好了，爷爷来了就好了。高兴了，知道你回来了。高兴了。父亲离世时，未能在床前尽孝，这份愧疚压在心头80多年。唐华耀从台湾回来，见至襄州，成就3生之女，奉昔日先撇唐末破世守正老日人之末前，而便知妈妈，4年里面就4年你逝世后，只见你84年，回见妈妈生前，含辛茹苦，操持家务，朝夕之劳，有日无儿，知恩浩荡，累而希望深切，受了儿，免走则迁，一无所成。我妈妈养幼之恩，这个真正。给母亲的祭文字字泣血，一纸烟尘，带去的是一个孩子被时代裹挟着飘零的一生。听闻哥哥回家，已卧病多年的堂弟一早穿戴整齐，等在门口。你好，你好。你们20兄弟就剩下你们2位了啊！儿时玩伴，再聚首皆已白头。好好养身体啊，身体放宽一点，身体放宽一点啊。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。那个老房子车了，这整个不改造了。对，整个改造。整个改造。这是打日本的时候，山上种了一个真用更是做的真好。保卫祖国的抗战老兵啊，唐帆松爷爷也是我的姥姥，终于回到了他最爱的故乡。穿上唐装，端上家乡菜，提前庆祝即将到来的100岁。这是一个扣肉嘛，在那里有一个鸡，考虑到他牙齿不好，然后又不吃辣，还是烤类了。大家欢喜一堂啊！一个世纪，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，但对一个人而言，却足以承载几代人的记忆，语一整个时代的变迁。在看重新整修的家谱时，唐帆松说自己没有后代，侄孙女抱着他说：“我们都是你的孩子。”但是我也没放天下去，我没儿子，我们都是你的后代，都是你的儿孙，就叫儿孙满堂。血脉亲情从不会因为时间距离被隔断，爱你的家人始终会张开怀抱，用尽一切给你温暖。这次回家，老兵唐帆松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亲情。他说一定要当面感谢我，让他多年的夙愿达成。70、80年代的时候，台湾那些老兵想回大陆，然后就穿着这个衣服去上街。你应该都知道这些。这个我也不知道嘞。两岸开放的时候，80年代，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回家呢？想着要回家，因为有真正的原因就耽误了，就没回去了。就再没回去。重返台湾前，老兵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我的哥哥也是抗战牺牲了，不知道他是活你活要牺牲的什么的路的。”晚来老兵的五哥唐中胜，先于他之前入伍，1939年阵亡在了江西战场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希望能找到哥哥的埋葬地，但一直没有查到。找到哥哥，带他回家，他们一家才算真正团聚。我答应他一定帮忙寻找，如果找不到，我们会去江西取一抔土，带着哥哥的魂回家团聚。在离开长沙的那天，一直陪着他的侄孙女为他点了一份长沙米粉，细心为他吃下，贴在他耳边说：“再见啊！”哦，你到台湾去看你。抱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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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一个。谢谢。
谢了，约定了啊，明天再来啊。我还不回来了，会不会有钱啊？对，我们走了。好，一切圆满。进到机场闸口，侄孙女看着爷爷的背影，放声大哭。好了，算了。这场等待近1个世纪的回家，如此短暂而珍贵。就在老兵回到台湾不久，我们在台北忠烈祠找到唐中胜的灵位。2024年11月25日，唐帆松前往忠烈祠祭拜哥哥唐中胜。日先生唐中胜一生的人生告诉人，哥哥4年日没关系，前一求的生本以后，生空家是一横。是年一边日过程第57次171地343个特别的爸妈旗下人文字改感行为，人在身中，还完成历史学年爱国之心，长留我心，以后4年为今年毕业生，民国29年，妈妈支持。30年，爸爸一步以后，当年当时的30场少会人接手之后，对抗日国手加上日31年4人整整抗日，整日3个4个呈现1位结婚年的消息。民国38年春，我部指望教授郑阳是57时以政治改变。对准保证上级任汉开始大顺各个下落，为因4个政权已无人知晓，正因秋季对水准来台40年来当也各个安慰奔走大顺，但是各个早日民国28年4月在江西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，因领已有政府日式国家忠烈祠文字被写消息。这个因战争而破碎、被海峡隔绝了80余年的家庭，以这样一种方式等到了他们的团圆。一个在祠堂的灵位上被铭刻为抗战捐躯的英烈，一个漂泊80载，成为家族最后的见证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要年来回家了。